好，今天呢，我再给大家讲另一个放射公式啊。这个放射公式呢，它有条件是 x 大于0的时候，ln x 小于等于 x 减1。这个不等放射公式啊，怎么去证明呢？我给大家证明一下啊。首先，这个不等式等价于 ln x 减去 x 加1小于等于0。它是不是小于等于0呢？我构造一个函数，令 f(x) 等于 ln x 减 x 加1。这里边呢，我要说明一下啊，为什么要 x 大于0呢？因为出现对数的形式啦。0和负数没有对数，真数一定大于0，它要有意义。那么这个式子是不是小于等于0的呢？所以我就构造了一个函数，我用求导的方式 f(x) 的导 ln x 的导是 x 分之1 x 的导是1，求完导之后立刻通分 x 分之1减 x， 然后极值点是使导数等于0的点，所以我令导函数等于0，就是它等于0，就是分子等于0，1减 x 等于0，也就是 x 等于1。那导函数要大于0呢，你找一个就行，找导函数大于0和找导函数小于0都可以的。我们找到导函数大于0x 的范围，那你就会知道它的对侧就是 x 小于0的，所以这你找谁都可以，我就找导函数大于0。x 是个大于0的数，整个导函数要大于0，那就是1减 x 大于0。x 小于1，显然呢，在1这儿拐弯了。x 小于1，在1的左侧取值，导函数大于0，函数是单调增的。显然在1的右侧取值，自然就是单调减的。在 x 等于1处拐弯 ，x 等于1是个拐点，拐点就是极值点，所以 f(x) 它是有最大值的。它的最大值就是在 x 等于1处取得的，它所有 x 的值都要小于等于它的最大值。那么 f(1) 是什么呀？带到这里来，1的对数等于0，负1加1它就是0，所以我们就得到 f(x) 是小于等于0的。f(x) 是谁呢？ ln x 减 x 加1，它是小于等于0的，于是我们就得到 ln x 是小于等于 x 减1的。什么时候取到等号呢？非常明显，它是当切仅当 x 等于1的时候，我们就取到这个等号。好，这是一个新的放射公式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看这道题，看一看这个放射公式它是怎么应用的。这里边呢还涉及到了一个小技巧啊。f(x) 是它当 a 大于等于负1的时候，我想求证 f(x) 大于0。好， f(x) 大于0就是谁呢？e 的 x 次方减去 ln x 加上 ax， 我们需要证它大于0啊，要证这个式值是大于0的。那这里边有 a 呢，显然就给我增加了麻烦。那么我就想办法，因为 a 的范围题中给我了，它是大于等于负1的，所以呢，我就消掺 a 是大于等于负1的。你看 e 的 x 次方减去 ln x 加上 ax。e 的 x 次方不动，减去 ln x 也不动，前两项是一模一样的。你这个 a 不是大于等于负1的吗？我就取负1负 x，a 等于负1，
a 大于等于负1，所以前边的式子就大于等于后边的式子，因为我们前两项是一模一样的 ，a 大于等于负1，这个是 a 等于负1的时候，所以呢，要想证明它大于0，我就只需证明它大于0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好，我要证明这个式子大于0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刚才老师给大家讲了一个放缩公式，因为当 x 大于0的时候，我要先找 x 的取值范围呀。当 x 大于0的时候 ，ln x 小于等于 x 减1，它是恒成立的它是个真理性的不等式。我就借助于这个，我把它左右两边乘以负1，负的 ln x 就大于等于负 x 加1，两边各自加上 e 的 x 次方，所以我们就得到 e 的 x 次方减 ln x 大于等于 e 的 x 次方减 x 再加1，左右两边加上 e 的 x 次方。我想得到这个式子，我再继续给这个不等式左右两边减 x，e 的 x 次方减 ln x 减 x 大于等于 e 的 x 次方，原来我就有负 x， 我再减个 x， 减 2x 加1。所以这道题又转化了，我要想证明它大于0，我就只需证明它大于0就可以了，证明它大于0就可以了。因为不等关系是传递的，它比它大，它都大于0了，它就一定大于0，它一定大于0，这一项就大于0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就构造一个函数题中已经出现一个 f(x)， 所以我就令 g(x) 它等于 e 的 x 次方减 2x 加1，我证明它是大于0的。怎么证呢？那我当然要求导啦。g(x) 的导它等于 e 的 x 次方减去2，因为1的导是等于0的。求完导干什么呀？我们当然要令导函数等于0啦。令 g(x) 的导等于0，得到 e 的 x 次方减2等于0，得到 e 的 x 次方是等于2的。所以我们就得到 x 是等于 ln以 e 为底2的对数的x 等于 ln以 e 为底2的对数。那导函数如果大于0呢，我们就得到 e 的 x 次方减2大于0，得到 e 的 x 次方是大于2的。2是什么呀？2就是以 e 为底 ln 以 e 为底2的对数次方，以 e 为底，以 e 为底，那当然就等于2。e 的 x 次方大于 e 的 ln 2次方，所以以 e 为底 ，e 大家都知道，它约等于2.718828，它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，是个无理数。底数大于1，说明 x 是大于 ln 2的。很显然，我们就只考虑它大于0就行了，它小于0和它是正好相反的，说明这个函数是在 ln 2处拐弯。x 大于 ln 2的时候，导函数大于0，函数单调递增，显然在左边就单调递减。所以呢 ，g(x) 人家是有最小值的，最小值就是 g ln 2。好 ，g(x) 我知道了，把它带到这里边来，它是 e 的 x 取 ln 2。然后减去2倍的 ln 2，然后再加1，所以
一为底log一为底，它就是2，减去2倍的 log 2，那就是 log 2的平方 log 4，然后再加1，所以它是3减去 log 4。3是 log e 的立方减去 log 4，很显然 e 的平方就算 e 是2，e 的平方还是4，e 的立方呢就已经是8了。那么以 e 为底的对数函数，它也是单调递增的，这个真数显然比4大，那么整个这个对数就比这个对数大，它俩的差一定是大于0的它的最小值都大于0了，所以 g(x) 就大于0了。g(x) 是谁呀？ g e 的 x 次方减 2x 加1就大于0了。只要证明它大于0，那么前边的这些就得证了所以我们就顺利的得到 f(x) 是大于0的。今天我又给大家讲了一个新的放缩公式这个也和上一个放缩公式 e 的 x 次方大于等于 x 加1是一样的，它呢也是一个应用的次数特别多，应用的特别广泛非常常用的一个放缩公式。以后呢，一旦在一个式子当中不等式当中出现了在一个式子当中出现了 log x 的样子，如果需要求一个这个参数的取值范围，我们就不妨考虑这个放缩公式。